3分钱一片的阿司匹林，如果你每天吃一片，那么1个月的药费不到1块钱。500毫升的乳酸钠林格注射液，一瓶不到1.7元钱，比同规格矿泉水还便宜。于是网友们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这么便宜的药，你敢吃吗？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从客观公正的视角深度解读时事，我是李幸福。今天的视频，我们将一起分析中国政府实行的药品及耗材集体采购对国内民众医疗的影响。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2018年11月14日，中国政府通过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开启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的实施。集采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相关机构组织，实行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医院报量，企业自主参加、自主报价，以量换价。2024年12月12日，第10批集采开标，共439家药企携带778款产品参与62个品种竞标，最终共有234家企业的385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对比最高有效申报价，50多个产品降幅超过 90%， 最高降幅超过 96%。除此之外，原研药基本且首次全军覆没，无一中选。原研药的企业以外企为主，本次集采的整体情况就是大批外企躺平退出。结合整体趋势，未来外企原研产品将会逐渐淡出集采视野，这也是如今国内整体的商业环境的写照。国产企业往死里卷，外企不跟你玩了。此次集采多款1元甚至1毛钱以下的低价拟中选品种引发关注，外界好奇狂卷低价的第10批集采是否会刷新历史最高降幅。不过国家医保局并未像往常一样公布拟中选药品的平均降幅。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国采虽然还未公布最终结果，但很多产品的拟中选价格甚至连成本都难以维系，使得相关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价格挑战。而外企拒绝降价的态度，虽然基本意味着放弃了国内院内市场，但也退出了血腥的价格战。操！相信大家都懂得1分钱1分货的道理。如果继续采用这种集采的形式，厂家必然会把更大精力放在降低生产成本，而非提高药物疗效上面。反正只要仿制药通过一致性评价，就会被认定有效，病人的实际用药体验反而没有那么重要。虽然仿制药与原研药在物质基础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原辅料、生产工艺及包装材料上可能存在差异。由于仿制药没有进行相关的临床实验，所以在生物等效性上可能缺乏论证。推进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是为了证实其在有效性上不劣于原研药，并通过生物等效性证明。以今年进入集采的3块9一支的麻醉药来说，很多一线的麻醉科医生是不认可的。他们给出的最直观反馈就是1分钱1分货，便宜没好货。这种药不想用也不行，毕竟带量，但是麻不倒，睡不醒，难用的不行，出了问题都是医生的责任，有苦难言。更为恐怖的是，采用集采的国产麻醉药的正常用量，导致手术中患者直接醒过来，但是麻醉师也是有苦难言，不敢增加剂量，怕出问题。有的患者只好要求自己出钱用进口麻醉药，但是很多级别比较低的医院根本没有进口麻醉药。再比如国内很多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常年服用低剂量，例如100毫克规格阿司匹林肠溶片，以预防心梗、脑梗等血栓问题。由于集采价格的极限压低，国产仿制药在药物配方，包括辅料、稳定剂、涂层材料等和生产工艺方面，质量完全得不到保障，从而影响药物的稳定性、溶解度及生物利用度。未来的时代，有钱人用原研药、进口药、好药去私立医院看病，穷人用低价集采药去公立医院。然而我们都会有生病的一天，这件事总归会落到每个人的头上。随着中国步入深度老龄化，国家医保基金面临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但是药品集采真的能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吗？还是会造成多输的局面呢？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个问题。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记得订阅频道并分享你的看法。下期见。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过来看看呐 ，Come on！ 改革春风吹，那么经济轮大锤，炸雷呀炸雷，那么老四带你飞。日落西山你不陪，那么东山再起你是谁呀？这四个伪兄弟他敢踩地雷追呀，杀死追来！